英才，英才，你怎么啦？走快点！哦，表姐，麻烦你带英才过来，真的不好意思。一家人客气什么？你们两母子到了巴黎以后，要记得给我打电话啊！英姐，要麻烦你帮我多看着她，我始终不放心留她一个人在这里。我知道大家都为难。英才，以后你跟着妈妈要听话，知道吗？嗯，再见。护照给我吧。英姐，怎么是你？我和弟弟商量好了，弟弟想留在新加坡，所以换我跟你一起去法国。什么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为什么不跟我说，不跟我商量？我和弟弟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，我们怕你会不同意，也怕你会生气，所以就不告诉我。妈，其实我也很想跟你一起去法国，我不想一个人留在新加坡，我不想跟爸爸和那个女人在一起。也许这是命中注定。我去帮你买多一张机票。想不想我都无法逃避，走不走我只等你说一句，忘不忘我都无法抽离，见不见我们都无法离析，错与不对不是同等距离，爱与不爱都是心虚。我可以原谅，但我学不会忘记；爱可以重来，却无法擦去记忆。掩盖了痕迹，却残留它的气息。别问我说道歉，你要带着诚意和说不出的秘密。喂，妈。英姐，妈，你怎么会？怎么会回来新加坡？没想到吧？我在家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是觉得不踏实，大概是太想你了。当然还有英才，所以呢，我就过来给你们一个惊喜。你一个人啊？英才呢？我们继续说吧。英才，英才，英才不在家。妈，先坐下来吧。怎么了？你们兄弟吵架啦？没事，有妈在，待会我帮你说好话。两兄弟有什么好吵的？对不起，这件事
我一直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说。到底是什么事啊？你不要吓我。英才，英才他死了。你说什么啊？不要乱说，英才怎么会？不可能的。英才，他不是还好好的吗？英才，英才，他不是好好的吗？他怎么会死的？我都还没有见到他，怎么可以死？我儿子怎么可以死？然后妈妈来晚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对不起，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。不过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接受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告诉你。英才为什么会自杀？他为什么会想不开？就这样一声不响的走了。我知道英才一直在怪我丢下他一个人。我每次给他打电话，他都不愿意跟我多说几句。我以为这一次来新加坡，我们3个人就可以一家团聚，我也可以好好修复我们母子的关系。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，英才。我想煮顿饭给你吃，跟你一起画画。我想要问你，你过得好不好？当初离婚的时候，如果我没有执意要离开，也许我就可以留在英才身边，全心的照顾他。那或许他就不会自杀。是我的错，是我自私，我没有尽好母亲的责任。妈，别这么说。是我的错。英才在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不在他身边。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，就是你弟弟。啊，这位是？我知道，爱心。安迪你好。比真人比照片还要漂亮。来，坐下来吧。要喝点什么呢？不必了，我刚才在公司里喝过。
本来想在你和英才结婚的时候才正式跟你见个面，没想到这一次我叫英杰冒昧的约你出来见个面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怎么会？其实我也想见一见你。英才以前常在我面前提起你们。是吗？你跟英才之间的事情，我听英杰说了，我都不知道应该讲些什么。不管我说什么，都不能弥补英才对你做出的伤害。但是我总觉得，身为妈妈的我，还是应该当面给你个道歉。对不起，安心。安迪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不需要道歉。是我的错，是我的婚姻失败影响了英才，让他没能好好珍惜你。对不起。我本来是很恨英才的，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，但他人都走了。有时自己一个人冷静想想，也许我也有错，也许是我活该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你还年轻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我真心希望你过得更幸福。对了，这个送给你。安迪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当英才告诉我他要跟你结婚的时候，我特地为你买的。本来希望你们结婚当天亲自帮你戴上。虽然我们不能成为一家人，但是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你就收下吧，要不然我妈会在面前一直唠叨的。谢谢你，安迪。我要见你。那天同学整理画作的时候，才发现到还有一些英才遗留下来的画作。这些是英才的作品。嗯，你看这2幅画，颜料和用色看起来都不一样，画风也和之前的截然不同，是吗？这是英才2年前的作品，这是2年后的作品。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，而且颜料是经过英才特别加工的。吴老师，这些是蛋壳粉，英才在颜料里面加了蛋壳粉，这会让画产生一种特别的效果。你看这幅。
这是英才自杀前画的，是警方鉴定过后才把他送回来的。这是英才在死前的最后一幅画。嗯，那天一大清早，他就到美术室作画，没想到还没画完，他就……你意思是，英才画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上天台？应该是这样。我不知道他在画这幅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。在想什么？想得这么入神。这还用说吗？当然是想你。又乱说话。喂，这不是5年前我送给你的吗？看来有人也在想我。谁说的？我今天头发有点乱，只是顺手随便拿了一个发夹来夹头发。顺手随便都会拿到这个，这不是缘分是什么？你今天的话怎么这么多？我肚子饿了，你不是说要请我吃螺米吗？不是，是全新加坡最好吃的周婆婆螺米。走吧。请。你们去哪里啊？去吃饭，为什么没有叫我们一起去？不好意思，这是2个人的约会。怎么样？别告诉我你煮的螺米比周婆婆的好吃。当然不是。你说周婆婆收不收徒弟？周婆婆跟我说过，我长得像她的前男友。如果我出卖摄像，我相信她会答应的。哎，我可不想你被提告对老婆婆性骚扰。那好吧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不会告我的老婆婆，好不好？你最近在老婆婆的社交圈里好活跃吗？其实这个人也没有很老，我这么说她一定很气我的。我说的那个人是我妈妈。我跟她提起你，我妈说她想见见你。这个星期六午餐。不是说好在餐馆？爱心呢？本来是来找爱心的，但他不在，那也没关系。我来这里看你，不也一样吗？我们多久没见面了？应该有4、5年了吧？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吗？干嘛那么害怕？你走啊！走？我刚来不久，你就要把我赶走？这是待客之道吗？再不走，就报警！报警！当年你都不敢报警了，现在你也不敢。不要过来！你再过来我就……我什么？想杀了我吗？
得越大声，我会越兴奋的啊！我一定会对你温柔一点的啊！臭家伙，给我回来！开门！你让我走就能开门！怎么了？还是没有人接听？迟了45分钟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啊，我去找小磊，你自己回去好不好？去吧，不用管我。喂，喂，爱心，是我，英杰。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我约了小磊吃饭，等了很久他都没出现，打了好多次电话给他，他也没接。我在你们家楼下按了对讲机，按了2次，也没人回应。你知不知道他去哪里啊？他没告诉我他今天会去别的地方。哦，是这样，那没关系，我到处再找一找。好，那你一有小磊的消息，记得马上打电话给我。好，保持联系。嗯，拜拜。你们现在回家吗？我跟爱心约了同事去他们家喝酒。Andy，能不能帮我送小磊回家？不必了，我可以自己叫车。只是送你回家，不用这么抗拒吧？你放心，以后我不会再纠缠你。你那天说得很清楚，你不喜欢我，我也知道感情这种事情是不能勉强的。我有那么令人讨厌吗？不是，不是的话，我们可以继续当朋友。不，谢谢，至少我知道自己不是个讨厌鬼。啊，我口有点渴，可不可以去附近买个饮料？可以。请你喝水。我不渴。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朋友。不是，我帮你。谢谢。那祝我们友谊万岁 ！Cheers！ Cheers。
醒了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看你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能做的都做了，我还拍了几张照片当做纪念。抢什么抢啊？不要动啊！不要动！怎么？现在害怕了？嗯？我跟你说，只要你乖乖的听话，我是不会伤害你的。就不要忘了，我手上还握有这里那些最珍贵的回忆。如果不小心把它发出去，让别人看到你刚才那副沉醉的样子，就不太好了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。小磊，发生什么事？你见到安迪？那他有没有对你做什么？没事，没事。是你啊，小磊呢？你在电话里说他回家了，不是吗？是啊，他没事。我想见一见他。哦，他刚吃了药，睡着了。那医生说他是什么病？就重感冒，可能因为这样昏昏沉沉的，忘了约了你。那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们改天再聊吧。那好吧，拜拜。拜拜。哇，这只手表很昂贵，为什么会买这只手表？这是表姐2年前买给英才的生日礼物，是属于一对情侣表，表姐也有一只。你好，你手表很好看。哦，是吗？我也觉得。哪里买的？朋友送的。那你卖不卖？可不可以让我看一看？你想买啊？是啊，我想买给我女朋友。好。谢谢。这手表真的是人家送的？干嘛？不信就算了。那也好，我想买一个来历不明的手表，免得惹麻烦。什么来历不明？这是九楼那个方小姐的。方小姐？是啊。她什么时候送给你的？不久之前，我看着她把这块表丢进垃圾桶，那就说明她已经不要了。我看这块表只是沾到一点颜料，就这样丢掉太浪费了，所以我就拿回来自己戴。这块表看起来不便宜的，你是不是真的想买啊？
你这辈子都不会再打给我了。你到底对小磊做了什么？干嘛那么紧张？他人不是好好的吗？我问你，你到底对小磊做了什么？要是你那么关心他，为什么一直不接我电话？我警告你，以后不准再来骚扰小磊。干嘛？我只是陪他玩一玩，难道这样也不可以吗？该不会是他也不知道那件事是你们主使的？难怪，还好刚才我没向他提起。放心吧，只要你以后听我的话，一定会帮你保守这个秘密的。但要是你敢再不接我电话，后果自负。想吃什么？他说了我不想吃。你不吃，那我也不吃。你说过的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会陪在我身边。我们两姐妹，有福要同享，有难也要同当。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饭还是要吃的。可以借你个命吗？有点事想你帮忙。 OK。小磊，小磊，小磊！颜料是经过英才特别加工的，英才在颜料里面加了蛋壳粉，这会让画产生一种特别的效果。你找我是要我帮什么忙？是跟小磊有关的吗？ 你给我这只手表干什么？这只手表跟英才的那只是一对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把它丢掉？我想要忘掉英才的一切，所以才把它丢掉的。上面沾到的颜料是属于英才的，对不对？ 我怎么知道？你怎么会不知道？而我老师告诉我，这个蛋壳粉的颜料是英才自己调的，别人要调出一模一样的颜色是不可能的。是吗？上面的颜料是英才自杀的那天沾到的，对不对？随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。你担心人家发现这只手表，知道那天经过英才。 你心虚，所以把手表丢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因为英才背叛了你？是不是因为英才跟你假结婚？是不是因为英才他爱的人不是你，所以你一气这样就把他杀了？说话，说！是。 那天是我把英才推下天台的，是我杀了他。
是，那天是我把英才推下天台的，是我杀了他。说英才真的是你杀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有没有试过背叛自己最亲密的人？还是被你最亲密的人背叛过？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痛苦？就因为这样，你就把他杀了？就因为我太爱他了，是他使我变成了一个连我自己都不认识的人。英才，他们是谁？你不是食物中毒吗？我说要送你去医院，你怎么都不肯，所以我去叫医生过来看你。Dr. Po， 你帮我看一下我男朋友。好吃吗？今天精神看起来好多了。因为有你，我才可以康复的那么快啊。现在知道我有多重要了吧？你呀，以后吃东西要小心一点，不要再让我担心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以后多听你的。你说的哦，这句话我会一辈子都提醒你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又不舒服？不如我再叫医生过来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？辛苦你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可不是什么人都照顾的。换成是别人，我才不会理。我知道，我一直都知道，我很幸福。那你要怎么报答我？那你要我怎么报答你？这个啊，恐怕要用下半辈子才能偿还。那我亏大了。英才啊，你爱我吗？那有多爱？很难衡量。那你答应我，以后不许离开我。可能以后是你先离开我呢。我一定不会。谁能保证，再亲密的人都会有断绝关系的一天？你为什么那么悲观？是真的，真话最伤人。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先离开，我希望留下来的那个会好好的生活下去。如果上天
真的要带走我们其中一个，那必须要我先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能接受你有一天会离开我。傻瓜。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是不是抢了别的女人在这里，所以才不想让我上来？你在说什么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这些像是误会吗？你给我看清楚，这些都是你和那个老女人在一起的证据，你还有什么要解释？你找私家侦探跟踪我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很不服气？如果你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，你怕什么被人跟踪啊？啊！你既然已经知道了，我也不需要再隐瞒了。我可以原谅，但我学不会忘记。爱可以重来，却无法察觉记忆。掩盖了痕迹，却残留它的气息。别忘了说道歉时，请带着诚意。我可以原谅，但我学不会忘记。爱可以重来，谁把我察觉记忆？掩盖了痕迹，却残留它。